今天要来为自己乱改车负责任了。之前如果有看我们影片，有来 Sirocco， 然后我们改宽体，然后电铝圈出来，然后换大包，验车验不过嘛，所以我们已经把它缴销了。那今天要把它复原。 我们公司呢 ，AutoStar 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汽车二手车车价的查询网站，搜寻 AUTOSTAR， 你选中古车线上估价，里面有16种厂牌，160个车型，5000多笔资料，填你的资料，我们免费到府估价，实际最真实的状况。 还是要看你的车况真真简简，为你的现况给一个精准的收购价格，马上汇款，马上现金，而且车子买回来是直接过户，给你一个透明、安心的中古车收购服务。大家好，我们是捷运汽车，今天要干嘛呢？今天要来为自己乱改车负责任了。之前如果有看我们影片，有来 Sirocco， 然后我们改宽体，然后电铝圈出来，然后换大包，结果第一点不要改装，不归路。 很惨，验车验不过嘛，所以我们已经把它缴销了。那今天要把它复原，总不能一直放在这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过了半年的摧残，哎，它居然一发就起来了。啊，像这种没有牌的车子，对不对？我们有去跟政府申请那个试车牌，试车牌就是什么车都可以放。我们现在就开去监理所，看看监理所的服务人员会怎么样责怪我们这台车哪里需要验车。哦，干！所以我们这一集要干嘛？先去看验车哪里需要复原的，然后呢，这个宽体有人说我们乱切叶子板干嘛，对不对？我们就来看看。 它这宽体拆下来会是长什么样子？不能有尾翼，对不对？ 尾翼可以，但是尾翼不要超过你的高度，那这个就不行了。对，不要超过你的车高。好，车高不能超过尾翼。那然后这个轮毂这里不能超过车身了。车身？对，它原来，哎，这边是不是多装的，对不对？它原来的车身的宽度只是在这里而已。所以你这个叫破估嘛。这些都要弄掉。这个都不行。哦，这个理论就是监理所的规则就是车身是要平的，就对了。对，要就是说你不能凸出来。你不绝对这个叫轮毂嘛，多装出来不能超过这个车身，它原来的宽度你不能超出最宽的地方，对不对？对。好。啊，这个下面应该也不行。好，要拆掉啊。拆。前轮也是。前轮也不行。对。好。其实你这里面的轮胎应该就是原来的，就原来的，对，轮胎过了，大包他们可以接受，但是就是这个包你这个轮毂弄掉，对不对？那雾灯呢？雾灯没关系。雾灯你现在是就这两个嘛？因为我雾灯没有了，有没有雾灯没有差？没有差。哦，没有规则。好，这台车不合格的地方就是超过车身高度，然后可是你这样高，它没有超过车身。有没有车高？它没有超。好，这样其实是可以的。 哦，你这样看不能超过屋顶嘛？哦，这样看屋顶没有？哦 ，OK， 所以这个 OK。这台车就是轮毂这个，主要是轮毂啦，要把轮毂复原。侧裙这些地方不要超出车身，不要超出车身。本身它车子有个宽度嘛，不要超出车身。哦，它是这样算。对。好吧，那我回去改了。谢啦。这其实是 OK 啦。那什么第三刹车灯呢？有差吗？原来的灯还是有的，无所谓啊。第三刹车灯，这个本来就有第三刹车灯嘛。可是没有啊，这已经没有了。之前这款应该有啊。有就要有，是不是？没错。好吧。好，我先复原。它这个两个排气管还好吧 ？OK， 排气管 OK。最主要这台车就是破估啦，破估不行啊。对啊。好。
好，那我回去拆，谢谢。那个老板，如果以后这种车你要改，就是原始的那个套件都要留起。哦，我知道，我懂。卖掉的话，你要再去。我懂。这个保险杆多少钱？对，一个差不多6000块上下。叶子板呢？对，都6000啊。叶子板跟因为我们是找中古沙漏的，那就是差不多价钱一个均在6000上下。那这种通常你拆装的时候啊，因为中古件多少都有变形，对不对？一定会，因为有时候他来，他看到这个像有的像破裂啊，这个东西就是也还要在后续还要再做加工。你看这个还要烤完之后，这边还要是重补土，要把它修复，这边整块6000。师傅，那你看哦，这种保险杆都断掉了，对不对？可是它会不会补土完，然后再弄，然后开又断掉？不会啊，因为它把这边固定会粘好啊。哦，它是内侧还会再粘，然后外面做补土的动作。像这边后面我们包杆看不到的地方，它会做一个特别的去强化它，让它去紧密可以去做凑合，然后再加烤漆布，会让它会一个很好的一个固定的效果。这密合会不会有问题？不会啊，因为我们最后在装上去的时候，我们会先看一下它大概的状况。那像这个状况就算不错，原因是因为许阿口在台湾真的中古太少了，所以人数量有限。那刚我们也运气也不错，找到这块完整度算蛮高的。然后只是经过我们装好之后，再去给我们的烤漆厂那边的师傅去做一个重新的校正定位。下面是你还有留拿收笔？有。那很尴尬的是，这个徐拉口这个包杆都是有加工过，所以它有一些那个点啊，都是破坏的。
傅，你现在想用什么方式把它固定呢？因为它这边原本那时候改的时候，它这边把这个后轮拱这一块都切掉，所以说它现在没有手点。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把它先固定好之后，再开去给钣金的师傅去做修补动作，所以我们要让保杆不要开车开到路上会掉下来，会做一个简易的固定。师傅，所以它现在原本是被切掉的，对，这个被切掉了，是因为原本装那个大包，所以一定要修它个边，对不对？没有，因为你大包的时候会顶到啊，所以你要把它切掉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复原，只能再焊一个上去，你这还要接一个铁板上来，把它复原的样子。对，好。如果像这种3门车啊，后叶子板就是这一整块嘛。如果说撞到要切，要从哪边切下去？它是整片，对，所以还是整片到前面，他看你要怎么切，都可以，就是都可以看你撞多少，可以切多少。哦，它也可以从头换到尾，也可以。它来是从这边到。哦，它是一整片一起的。对，这个3门是全片的。这个是最便宜的修法嘛？对。
所以它那个时候原本就是不合的，是粘胶的。锁螺丝啊，粘胶啊。哦，锁螺丝。对啊。它有螺丝在里面的。对啊。那这里就是一样的做法，对，把它接回去，对，就是在这个把它接回去。哦。那时候把它切掉了，原本被切掉了，被切的，是吗？对，凶手就是我切的，是因为它原本的爆龟会爆出来，没有，你爆龟它会顶住，哦会顶到轮胎吗？没有，不是会顶着，它没有办法密合。哦，所以你要把那个弄开挤进去。所以爆龟的做法也是这样做的。它也是要切开啊，也是要切开，然后再焊一块出来的。因为你爆龟它是顶到啊，你爆不进去啊，这里有一个洞很大，所以你要把这里修掉，挤进去，要把爆龟挤进去啊。哦，是这样。好啦，那我们经过也是1个月，哇，这每个影片都录1个月，好多时间哦。这个车子放了1年嘛，那当然其实几个面向，第一个，我们当初没有想到这个换这个宽体的套件，在台湾的法规，在这个监理所的里面的认定，它是这么不能接受。当然，它还是修改了轮距嘛，因为你垫宽了嘛。那可是必须要说，就是台湾的法律对于改装市场是蛮不友善的，因为你说我自己的感觉啦，就是你说这个轮距往外扩，其实有时候就是为了要更好的抓地力跟过弯性。那它真的有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吗？反而我觉得噪音，或者是说把马力改到一个超过于原厂太多，那才会危险嘛。这种外观系的改装，你说换大的铝圈，你说敲爆龟，然后宽底套件，那真的有这么影响到别人吗？那台湾的法令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不合理的啦。当然我有看过，有些人是原厂的 Porsche， 但是他因为本来 Porsche 的轮距就比较宽，那在测量上监理所就有所给他刁难。好，我们这一集改回来，看花了多少钱？因为这种钣金哦，我把它弄乱七八糟，然后呢，我想大家比较想要知道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这样子，车子的板件都已经烂掉了、剪破了、切掉了，那弄回来要花多少钱？前面这个大工程做完了，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总共金额我们第一个做了一个省钱的方法，就是我们去找了这个2手的保杆跟叶子板，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省了一笔钱，1万多块。那再来就是整个的施工、钣金、烤漆各项的修复，那花了4万多块，总共花了6万块。那你看这个车子是不是就变回了就是原本一样低调的感受？但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哦，这种外面所施加的烤漆还是跟原厂比较不一样。它这个呢就比较就是漆面烤的比较螺旋纹，有没有？没有那么细致，但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验车一定没有问题了嘛，就是朴素的、乖乖的
然后也符合这水口这个双门跑车的这个范畴。那重点来了，这样子一台2010年的水口，我们经过翻修完要卖多少钱？这个车啊，现在的市场行情 2.0T 10年的，大概收购价到25到28之间。那我们预计会卖35.9万啦。那当然前面这个为了拍片做了2次的改造，那花了很多的钱。那其实应该是另外一个范畴，那应该是拍片的成本。那光回到这台车子，10年 2.0T， 因为这个2.0 200匹的马力其实蛮好开的哦。这个跟 GTI 比较起来，它的重心比较低，所以事实上水口的过弯表现其实会比 GTI 再好一点点。那10年的行情25.6六万，那我们卖在35万，然后线上预约9000折2万，大概成交33万，也是蛮合理的。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谢谢大家。捷运汽车在2023年做了一个很重大的投资，我耗资了1000万。我们在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1段21号扩展了一个占地1200平的旗舰展示中心。我们提供呢汽车的各项维修跟保养，包含荧幕前的观众，你如果自己的车子来维修，基础保养只要3000块。甚至我们在2楼有非常舒适的展示中心，然后呢有客户休息室、健身专区，也有按摩椅。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让在这边不管是保养，不管是看车，都可以提供一个很舒适的内容。我们也提供客户免费停车的区域，不管是黄线的格子，不管是白线的格子，你来我们这边维修保养、看车，甚至去我们的卡丁车餐厅区都提供免费停车。再往这边看，这2格是我们的汽车美容区，从最小的打蜡、清洁、引擎室清洗到镀膜。给客户一个最优惠的价格。再往前看，就像这台 RX 新车一样，捷运汽车也提供新车换购的服务。在右手边上面的车型呢，你只要有2010年以后的旧车来做给我们收购，我们旧车高价的收购以外，新车给你一个比外面更优惠的价格。因为呢，我们常常有客户是遇到他自己跟我们买一台车以后，开了3、5年以后想要换新车，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服务扩张到连新车的部分都可以提供优惠给我们的观众跟我们的消费者，非常舒适的环境，然后提供你不用定金就可以免费试乘、免费赏车。你们可以把这边当成不只是一个2手车行，而是一个可以在这边舒服休闲的一个汽车展场。我们捷运汽车也提供租车的服务，我们把这个市售热门的新款的马3、你上的 Kicks， 还有 Tiida， 在旁边还有一个便宜的 Passa， 为什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我们搜寻的网络上价格，像马3一般可能要租到3300、3400，那我们只要收1半的金额，让你来体验中古车的部分。马3 1700 ，Kicks 一般的定价是2700，那我们一样收1半1300。然后呢，我们也提供，比如说有时候是这样子，你可能车子坏掉了，但你不可能去租很新的车去代步10天20天，那我们也提供1000块跟500块的车型。第一个，这有点是在体验中古车，因为你有车子的需求嘛，很有可能你以后就会成为我们的客户。那第二个，可能有些人非不得已一定要租台车，他也不问车况好坏，他就需要代步，需要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修车，然后需要休10天，但我一定要去基隆上班，来往一定要开台车，那你去外面租那种1500、1800跟1500块就有个差距。这个部分就是提供给任何一种价位的客户都可以体验我们的中古车，都可以享受各个价位非常便宜的租车服务。那记得想要看车的观众，请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917435209，谢谢。